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王舍城隶属饲养处的竹林中，有一个叫婆罗多婆舍的婆罗门。他听说婆罗多若婆罗门已经皈依佛陀，并出家修行，就非常的生气和愤怒。他气急败坏地来到佛陀的住所，对佛陀破口大骂，恶语重伤。婆罗多婆舍婆罗门怒骂佛陀很长一段时间后，他感觉口干舌燥，准备休息一会儿，再继续的辱骂诽谤佛陀。这时，佛陀对婆罗多婆舍婆罗门说：婆罗门，你是否举办过宴会，邀请过自己的朋友、亲人、同事在你的家里面做客？婆罗多婆舍婆罗门回答：乔达摩，佛陀，你怎么问我这样奇怪的问题？你难道被我骂傻了吗？我这么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当然举办过宴会，邀请过朋友、亲人、同事来家里面做客。婆罗门，你用什么招待他们呢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用美味佳肴招待他们。我家里面有个厨师做的菜，那叫一个好吃。婆罗门，如果你的朋友、亲人、同事他们没有吃你准备好的美味佳肴，这些可口的饭菜归谁所有呢？那还用说，当然归我自己所有哦。婆罗门，同样的道理，你今天到如来这里来，对如来破口大骂，恶语重伤，如来没有接受，你心中升起的怒火，以及你说的这些污言秽语，都归你自己所有。婆罗门，什么是接受？所谓接受，就是面对愤怒指责自己的人，也升起怒火；面对辱骂诽谤自己的人，也对他们辱骂和诽谤。婆罗门，这个就是接受，互相交换怒火，互相交换辱骂和诽谤，也就相当于在宴会上共同享用美味佳肴一样。什么是不接受？就是面对愤怒指责自己的人不升起怒火，面对恶意辱骂和诽谤自己的人不对他们还以辱骂和诽谤，不和他们交换怒火，不和他们交换辱骂和诽谤，就相当于参加宴会的宾客，他们不享用主人准备好的美味佳肴，那么这些美味佳肴就全部都归主人自己所有。婆罗多婆舍婆罗门顿时心有所悟地说：乔达摩，想不到你说的话还有些道理。我们国家的王公贵族、平头百姓中的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出家人乔达摩是已经证悟无上正等正觉的圣者。我想愤怒的烦恼应该无法再侵害到你吧？内心没有升起愤怒的念想，就能调教和驾驭好自己的内心，就能控制和管束好自己的内心。内心不升起愤怒念想的人，就不会被愤怒烦恼困扰和侵害，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和清净。有智慧的人和已经解脱的人，对于他们这样内心清净的人来说，面对那些愤怒、辱骂、指责自己的人，如果他们内心中也升起了愤怒，用辱骂和恶言回应别人，就会破坏他们清净安宁的修行，就会让他们下堕，造下恶业。不以牙还牙，不辱骂指责那些诽谤、侮辱、恶意重伤自己的人，不愤怒，保持内心清净的人，他们就是获得胜利的人。他们让自己和辱骂指责自己的人都获得了安宁，都获得了好处。他们知道诽谤重伤自己的人已经在愤怒之中，只有自己不回应别人的辱骂指责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才可能让别人的内心也慢慢的平静下来，这样别人的愤怒才可能慢慢的消解。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，又让愤怒的人内心平静下来，就是自己和别人最好的医师。这些有智慧和已经解脱的人，他们能治好别人愤怒的疾病。当遇见这些愤怒的人，遇到这些对自己辱骂指责的人，有智慧和已经解脱的人内心就会想，这些人他们已经被愤怒的恶疾所缠绕，他们真是可怜无知的人呀，他们现在正在被烈火焚烧，苦不堪言。我要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不要让自己的内心也被传染上愤怒的疾病，我不要回应他们的恶行、恶言、恶念，不要去加重他们的病情，我不回应他们，他们的内心自己都会慢慢平静下来，他们自己都能摆脱愤怒疾病的折磨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无愤自调御，是为正生活。有政治解脱，寂静如是人。愤由何处起？以愤还愤者，更为是恶事，不以愤还愤。占得二胜利，知他之所愤。净己正念人，自及他两方，皆行于利益，彼乃自与他。两方之一师，于法无知者，以此为愚人。佛陀说法后，婆罗多婆舍婆罗门对佛陀说：大德，您说的太好了，
我刚才就是被愤怒蒙蔽了心智，既然来辱骂您，哎呀，我真的是太愚蠢了，我自己跳进大火中被焚烧，还不知道要逃离出来，我患上了愤怒的重病，还不知道要赶快治疗，我真的是太愚痴了，请大德您原谅我刚才愚昧无知的行为，我在您这里忏悔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您，对任何人无端的辱骂和指责了，我以后也会管束好自己的内心，不会再去随意生气发怒了。大德，请您让我皈依您，在您的面前出家，做您的出家修行弟子吧，我愿意受持具足戒，按您所说的正法去修行。佛陀接受了婆罗多婆舍婆罗门的皈依，婆罗多婆舍婆罗门就在佛陀的面前皈依，受持具足戒。婆罗多婆舍出家后不久，就独自隐居，不放逸他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，断恶修善，并且夜以继日地按佛陀的正法去精进修行。一段时间后，尊者婆罗多婆舍就证悟了解脱的果位，离开俗世的缠缚，出家修行，就是为了成就圆满的解脱果位。已经证悟解脱果位的人，他们自己明白，自己从这时开始已经不再继续的投生轮回转世了，自己的修行已经圆满，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好了，自己不会再有生死轮回的煎熬和痛苦了，自己已经永远的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了。尊者婆罗多婆舍成为了佛陀众多阿罗汉弟子中的一位。